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车圈一试到底，我是青妮。今天我是来到了柳州，发现柳州的大街小巷除了螺蛳粉以外，还有就是五颜六色的小车了。那今天的任务就是开着五菱缤果这款小车，打卡柳州正宗的螺蛳粉。那今天我拿到的是一款朝霞粉的五菱缤果，缤果嘛，颜色呢也是五彩缤纷的。这款颜色呢是新色，除此之外呢，它还新增到了浅湾绿、清风蓝两款颜色，所以它的车身颜色蛮多的，随便选。另外在设计上，圆润的大灯、圆润的耳朵、圆润的尾灯、圆润的车身、圆润的车轮，还有圆润的扶手。圆圆的空调出风口，圆圆的空调旋钮，圆圆的中控台，圆圆的方向盘。还有不圆的方向盘吗？有啊，这年头不仅不圆，有的方向盘好像还是方的。哦，有道理。好了，设计上就先不说了，来说点实际的，就是它的Link OS 车机系统是比较强的。你好，小林。关闭空调。空调已关闭。打开导航。我要听歌。好的。关闭音乐。好了。怎么样？可以吧？这一番操作下来，不仅如此啊，它还有自动雨刮等等功能。自动雨刮不很多车都有吗？啊，是吗？海鸥有吗？宏光 mini EV 有吗？好像没有吧。不仅仅是自动雨刮啊，它还有自动大灯、前排3全气囊，88800，直接带回家。Nice。另外啊，它的后排还很大，没见过哪个小车那么大的后排，还有一个那么大的后备箱。那么大的后备箱就算了，后排座椅还可以无比例放倒。要知道，同级别的海鸥、哪吒、领跑都只能整体放倒。总体评价，五菱缤果空间大，还可爱圆润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去吃螺蛳粉了。你好，小林。哎，你说。导航到阿胶螺蛳粉店。是这个吗？是的，走吧，出发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已经在路上了。今天试驾的这个版本呢，是五菱缤果410公里的灵犀尊享版。这个版本呢，它用到的是50千瓦3合1的水冷扁线电机，更加节能高效。另外呢，它在电池电机方面也是进行了升级的。最快是可以跑到130码，这样的话你在上高速的时候超车也是游刃有余的。另外呢，它的一个电池容量是达到了37.9千瓦时，续航呢410公里，并且呢从30到80的一个补能只需要35分钟。这样来看的话，无论是它的一个续航也好，还是它的一个补能速度也好的话，都是非常不错的。那说一下它整体开起来给我的一个感觉，还是蛮好开的。因为它的一个车头比较短嘛，所以坐在车里面的一个视野比较宽阔，你大街小巷穿梭的话都很灵巧方便。而且呢，它新增了 ESC 车身稳定系统，所以整个车身姿态的话是比较稳定的，并且呢，它还拥有自动驻车，这样的话你在等红绿灯啥的时候就很方便了。车身小巧嘛，到哪儿都好开好停。除此之外呢，虽然说这辆车它的一个动力参数并不是特别亮眼啊，但是像现在我50-60码的这个速度来看的话，它的一个提速还是比较快的。但是当它的速度来到80码以上的时候，提速可能就稍微要慢一点了，显得有那么一丢丢疲软。另外呢，就是看你用的是什么模式，像现在我用的是运动模式，你在运动模式和标准模式下的时候，它的一个最高时速是可以跑到130多的。官方虽然说是130啊，但是它是反向虚标。如果你是经济模式的话，那你油门踩到底的话，最多到105码它就上不去了。此外呢，它的一个电门踩起来也是比较线性的，给人的感觉呢，它的动力是来的比较循序渐进的，不像那种大功率的电车啊，你一脚电门下去，它那个加速就来的特别猛。还有就是它的一个刹车脚感呢，也是比较线性的，而且还有能量回收。虽然说它用到的是前麦弗逊后扭力梁，
非独立悬挂，但是它的一个扭梁刚度呢是提升了41%的，所以给我的感觉它在滤震方面其实调教的还比较不错，而且可能还有它座椅的一个原因吧，我觉得它坐垫是算比较厚的，所以在经过一些比较颠簸的路段的时候，它能够过滤掉部分震动，就这个坐垫啊，它能够吸收部分震动，这样的话传递在我们人身上的一个震动也会更少了。接着来说一下它的一个方向盘吧，方向盘给我的手感呢是比较轻的，然后有一些虚位，如果你是在高速的情况下的话，可能需要你好好把握一下这个方向盘，让它居中。但是你想一下，这款车它的一个定位本来就是通勤代步小车，一般的话大家在市区里面开的时间会多一点，所以如果你是上高速的话，这个情况它不会很多，所以这方面的话大家也不用很担心了。接着说一下它的一个静谧性吧，在静谧性方面的话，它主要来源是风噪和胎噪。像我现在车速在60码以下的时候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静的。但是当你车速快一点的时候，特别是坐在后排哈，可能你感觉到的它的一个胎噪就会更大一点。这个我觉得是因为50宾果它的后备箱用到的是一个下沉式的后备箱，所以你坐在后排的话，路噪会更加明显一点。总的来说，我觉得50宾果它的行驶质感呢是对得起它的价格的，是一辆开起来很灵巧的车。好了，不说了，下面我要到螺蛳粉的店了，我们等会儿再接着聊。好的，那现在我已经吃饱了，准备回去了。简单总结一下，50宾果作为一款 A0级小车，不仅外观颜值难以让人拒绝，空间还大，整体配置表现的也不错，开起来也很方便。不仅平时上下班或者是在城区通勤使用很便捷，同时呢，它410公里的一个续航，你偶尔长途或者稍远的一个距离出行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加上又有快充，完全能够满足大家了。通勤家用代步神车，非它莫属。而且这款车销量本来也很好，410公里的版本一出，销量直接来到了2万3，这让50宾果在10万元内5门纯电车市场的领导地位也更加稳固了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儿，拜拜。